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那这一期呢会比较突发一点啊。那大家如果有之前看过我们直播的话，你都会发现我们的直播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间啊，尤其是星期天的晚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比较突发一点，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也想今天分享出来。那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你们也可以写在留言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让我也知道一下你是来自于哪里的，好不好？那一开始呢今天的直播是非常突发的，然后我也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那有以下的5个部分，你们是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呢？你就可以投票啊。那我在那一个板块当中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啊。那第一点呢，我们看到最近1-2个星期美股是非常动荡的。那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熊市了呢？如果你对于美股的市况有兴趣的，你可以写一个 A 那如果你对 B 有兴趣的话B 就是这个是我今天额外准备的内容那我就在这里呢额外的去讲出来到底现在我们要避免什么的股票或者是什么资产呢？这些是我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写个 B。那 C 呢？就是2025年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那如果你对 C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C。那 D 呢，就是港股的市况的更新尤其是最近呢，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毕竟在明天有开始了为时7天的一个人大会议那当时候有没有什么机会呢？如果有的话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也可以写一个 D。那如果你对 E 有兴趣的话，就是此时此刻最好的机会怎么样去把握呢？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 E 让我告诉我在这个部分呢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好不好？那另外呢也是跟以往一样的如果这个直播人数是足够1000人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讲股票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直播是到了1000人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来回答一下同学们最感兴趣的一个股票，我们有什么看法，好不好？那上一次呢是只有700人我也是邀请大家去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直播。那希望这一次能够到达1000人，那我可以来回答一下你们对于一些股票的看法，好不好 ？OK， 那我看到呢，我准备了这么多内容这一次呢，有很多人都是对各个内容都有兴趣我看到 A 也有D 也有 E 也有包括 B 也有那好，如果我看一下包括我看到B 也有这个是我额外准备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到一开始我准备的部分，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美股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熊市了呢？如果你觉得现在是一个熊市了那你可以打一个1在留言区里面，让我来了解一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现在只是一个调整而已还没进入到一个熊市那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2让我来了解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哇，我看到很多人都写了一个1OK， 蛮有趣的有没有2没有2吗？有1个2，有2个2就目前我看到大部分的同学或者是观众朋友们都觉得是一个1有个人说2好想退休 OK， 非常有趣那我们就继续来探讨一下了。那为什么最近会有一个大跌呢？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闻呢？那确实最近是有一个新闻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可能台湾的朋友们会更加关注的，就是台积电它最近呢宣布它跟特朗普谈判之后，它会加码的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那边去投资更多半导体然后呢建设更多的厂，然后会扩张美国的半导体那这个呢也是让人非常担心就是有一些地缘政治可能会有一些关系恶化的现象又或者是之前台积电它的一些优势可能它就投资了在美国那边之后就被美国操控客了又或者是他觉得特朗普是不是
好像有一种收保护费的感觉啊。那现在台积电就要交1000亿的那个保护费啊，那这个也可能是市场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你觉得这个新闻啊，对于美股的股市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啊？对于尤其是对 AI 的部分啊，或者是半导体的部分有很大的影响啊？如果你觉得有的话啊，你可以写一个 A。如果你觉得啊，只是一单新闻而已，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啊，你可以写一个 B。那你也可以让我写在留言区里面啊，让我了解一下你的一个看法，好不好？那我也来看一下同学们你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啊，刚才问到熊市的部分，我目前看到大部分都是写一啊，那我就先认为，先认为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一个熊市，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是 A、B 各有一半啊。那我来这样讲一下我的看法啊。那其实我们投资股票啊，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看到一个新闻。然后再去做一个决定，或者是才去做一个买卖的决定。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盲点啊，或者是一个投资陷阱。其实呢，我们投资股票啊，或者是做技术分析啊，我们是要看一个图表啊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而我也在过去呢如果你有看过我之前的直播，其实我在过去的半年也是一直不怎么看好半导体的股票的，或者是半导体的板块。那在上个星期的直播当中，我也再次回顾了我对 NVIDIA 和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呢如果你是用了技术分析的话，那你就可以提早的半年避开了这个弱势的板块，而从而把握到市场当中其他更好的机会啊。但如果你是看了新闻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一个情况啊，就成为那个被割的韭菜了啊。所以呢，透过这个新闻我想给大家带出一个重点，无论这个新闻对于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也好，还是它没有什么影响也好，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些技术分析，而并不是后知后觉的去看新闻去做判断，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的部分了啊。那美股呢，其实在过去1-2个月我都是非常保守的啊。如果你有记得之前我在直播当中也有分享过，我是持有一个保守的态度啊。虽然当时候我并不是看跌而我是持有一个保守的态度啊，直到现在也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标普500的股价图。并且呢，下面是我们之前有教过的一个市宽的一个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因素第一点我们看最下面的那个柱形图呢，你会发现最近这1-2个星期创新低的股票的比例是多了很多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反映着市场不健康的一个因素你可以看到下面已经进入了红色的区间了那也代表着现在此时此刻创新低的股票的比例是越来越高那第二，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移动平均线的市宽的话，包括50天线以上的股票的比例，包括200天线以上的股票的比例你会发现在12月份的时候当时候大势是在一个高位，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你会看到有大部分的股票它都是在50天线和200天线以上。但是你看一下最近当股市再次回测前面的新高的时候，你发现涨了那些股票它维持在50天线或者是200天线以上的股票的比例是越来越少所以这里是呈现出了一个背驰或者是叫做背离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股市就算是接近于新高的位置，但其实有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健康。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一下指数当中的股票的表现，你会发现很多的股票它都没有跟随这个指数继续上涨，甚至是掉头下跌，跌破了50天线，甚至是跌破了200天线。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我在过去1个星期看到的一个信号我也在 GMT 有跟同学们分享过的。而
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来事后回顾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信号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呈现出来一个明确的信号给你其实你应该要保持一个非常警惕的态度那第三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场呢是非常悲观的，并且呢是缺乏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那过去呢是在一个持续往上涨的是在一个牛市的格局。但是呢，自从这1-2个月里面，你会发现，市场好像只是在一个横行的一个格局它跌了一会儿之后，你觉得它很悲观它会持续的往下跌，但是它到了一些支持位之后，却有一个反弹。然后在1个月前，你看到它接近于要创新高了耶结果它只是一个假突破，然后市场马上掉头下跌。所以呢，现在的市况呢是一个非常难去操作的一个阶段其实是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包括你可以看到在最近呢当股市出现反弹的时候比如说上个星期四和上个星期三，你可以看到股价是短暂的能够有一个反弹它是开市的时候是高开的，但是呢我也是在今天里面给大家讲到它到了这些阻力之后50天线之前是一个支持位，它跌破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阻力位当它到了这些阻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是没有买盘推升它反而是当它裂口高开的时候它是吸引了很多人抛售股票。所以呢股市到了到了阻力之后是掉头下跌的所以这里呢也是能够给你看到现在呢是一个市况不好的时候。好了，那接下来呢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现在股市跌了这么多后续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对这个更有兴趣的或者是非常有兴趣的，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一个有，那我也来如果我看到人数比较多的话那我可能会讲的相对详细一点好不好？那这一次直播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关键因为现在市场调整了这么多我认为就我看到的一些信号是能够帮助大家避免输钱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也有价值的话不妨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避免让他在之后的股市当中输掉一些冤枉钱，好不好？好，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兴趣。那我们先回到上一章那上一章呢，你可以看到，截至截至昨天你可以看到，它是刚刚跌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然后它只是跌到了一个支持的区间那虽然它现在看上去非常的悲观，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看图表的话其实现在呢，它还是在一个支持的区间里面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股票的表现尤其是市场当中的一些权重股的话那有什么股票呢？比如说 Magnificent Seven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下有4个股票分别是左上角的 Microsoft 右上角的 Apple 包括 Amazon 包括 Tesla 你都可以发现的是他们都是已经到达了或者是接近于一个支持位置，比如说 Microsoft 包括Amazon 包括Apple 他们都已经是回调到一个支持区间。那如果你看一下 Tesla 的话它除了回调到这个支持区间，其实它同时间在那个位置呢也是有200天线的一个支持位所以不管现在市况看上去非常的悲观也好跌了这么多也好其实我们冷静下来看一下图表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权重股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支持位置那是不是可以捞底了呢我倒也觉得未必我看到另外的一些因素那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些权重的股票第一个是可能台湾人比较关心的台积电今天台股开市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些下跌，但是呢也是你可以看到到200天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支持位的。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票，比如说 Meta 它
在 Magnificent Seven 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强势一点啊，它只是回调到50天线就有一个支持啊。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Google 和 Nvidia 的话，就相对来说弱势一点了啊。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跌破了200天线啊，但虽然如此，它也是非常接近于下一个支持的区间啊。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些权重的股票它都有到达了一个支持位啊，所以我不排除它会出现一个反弹啊。包括大盘现在，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S&P 500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于一个支持区间啊，不排除会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呢，我看到或者是我看这个股市其实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我在这里判断呢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的态度呢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的所以并且之后如果有没有什么新的 updates 的话我也会在GMT 里面跟同学们来做一个 update。而此时此刻我们在现在来看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但反弹多少这个我们是要留意的，并且你也要有一个清晰的点，就是如果你有上过我们的技术分析的课程的话你会知道，当它反弹了之后，其实之前的那些支持位比如说50天线或者是20天线其实这些支持位呢都会反转变成一个阻力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之后需要去留意的一些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也会在这篇里面更加详细去讲解更多。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讲到了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部分呢原本是我没有打算去讲的，但是呢最近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们或者是我看社交媒体也是有不少的人他可能不懂得怎么样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应对也导致了他可能输了点钱所以我看到之后也是有感而发吧我也想在这里呢分享更多一点，所以呢这里也会分享一下一些额外的 bonus 关于现在这种情况到底什么股票或者是什么资产我是会尽量的去避免的，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下，其实呢关键就是有2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点就是要避免一些相对比较高风险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高贝塔的波动性比较高的股票或者是资产。那当中分别有什么呢？第一个比如说 ARKK 那 ARKK 只是一个统称但其实关键就是它投资的很多都是一些还没有盈利的一些概念的股票而这些概念的股票呢，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贝塔、高风险的股票所以我这里就拿一个统称或者是拿一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就是 ARKK。但如果你之前有关注过的股票，它是没有赚钱的，或者是它只是在销售一个概念的你可能也要留意了，因为它们也是属于那些 ARKK 类的股票那另外还有一类资产呢，就是比特币这个也是一个高风险、高贝塔的一个资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过去1个星期，比特币是出了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呢是讲到了特朗普他有讲到他有可能会把加密货币纳入一个战略的储备那你可以看到，当他讲了这个话术之后，原本比特币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我记得是跌到了78000点是一个最低点结果呢他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在星期天呢是曾经涨到了93000点、94000点那这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了这个比特币好像没事，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当你这样觉得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市场是非常避免这些高风险的资产的。当它有一个反弹的时候你也可以理解是大户呢也是借助这些所谓的好消息，而当他们看到比特币又涨了的时候他也再次把这些高位他买到的比特币在高位派发出去给那些韭菜所以呢第一点这些高资产的千万不要碰。那第二点就是
再强调一点啊，千万不要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觉得啊现在是一个好的机会，或者是现在这个比特币已经没事了啊。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当你看新闻去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啊。那我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记得这一点。而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啊，比特币在星期一又大跌了10%啊，又无以为继，继续跌下去啊。所以从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啊，市场是在抛弃这些高风险的资产啊，包括比特币，包括那些什么以太币啊，或者是其他的啊，它市场是通通不要的。所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啊，另外一个比较高贝塔、比较高风险的，就是那些概念股啊，没有盈利的概念股啊，它之前为什么涨啊？可能是更多的是跟你讲一个概念，比如说，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有很多的妖股是涨了很多啊。我记得当时候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直播当中有问我们，这些股票怎么看呢？那这些股票包括什么？第一个量子电脑第二个是火箭相关的之前也是涨了很多。第三个可能是一些无人机或者是低空经济相关的股票最近是被抛售的很多有个同学分享的非常好有一个股票是 RKLB， 那确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涨了很多而最近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股票，因为它只是在给你销售一个概念sell a vision， 而它是没有一个实际性的盈利所以这些呢也是市场在变得保守或者是他们不想要风险的时候，他们会首先抛售的一些股票那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去就科普或者是给大家重点去讲一下很多同学呢或是很多观众朋友们他们会看到这些股票在之前的牛市当中是涨得非常非常多比如说 IONQ 它是其中一个做量子电脑的一个概念的股票那你也可以看到，当黄仁勋讲到这个概念量子电脑的这个概念可能还要在15年之后才能实行你可以看到那一天这个股票是跌了超过40%然后虽然后续它能够有一个反弹，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也是给你看到，当市场转变的时候，这些概念股呢会被市场优先的抛售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觉得这些看似是一个强势股现在确实在几个月前它非常强势，但是你不要觉得哇现在好便宜哦要不要去捞底呢？千万不要，因为现在市场的性质改变了。如果现在市场是变得保守的话，这些高贝塔的股票是会被优先的抛售，所以你千万不要做那个接火棒的那个韭菜，好不好？那如果你也是想在2025年跟随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可以在2025年有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你去筛选到市场当中的一些杂讯，或者是可以一起来寻找一些倍升的股票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以下这个工具了。那这个工具呢是我们跟 Simony 来合作的一个选股的 APP。那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呢会正式推出，现在呢还在一个封测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是想收集同学们你们的意见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可以帮助你们的话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填写一个问卷，并且如果你在这里填写了问卷之后，并且后续是有订阅 APP 的年方案的话呢，也可以获得1股的 NVIDIA 抽奖的资格。那我们会抽取5个幸运儿去抽取 NVIDIA 这个股票。OK，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这个链接，然后来填写这个问卷。然后我们也是会吸收同学们你们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这个 APP 里面去更改你们想要的内容，好不好？OK 我看到有个同学说到comment SMR那虽然
我们还没到1000人啊，但是呢，如果你看了刚才那个内容关于避免什么板块、避免什么股票，哎，你看了那个内容之后，你再举一反三一下，看一下 SMR 它是不是属于那些高贝塔的一些概念股啊？如果你了解了之后我相信你已经会有到了一个有了一个答案了OK，没错啊，现在差400个人就可以问我们股票了啊。那大家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来听一下我刚才刚才的那个一番苦言嘛是我最近非常临时的准备一个我认为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内容。OK， 那好了，我们讲完了美股之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港股。那相对美股而言我看了今天港股的走势是相对比较强势的那你可以看到美股它已经是跌破了50天线，已经是跌破了20天线，但是港股呢它还是在20天线以上虽然今天有一个下跌，但是它马上有一个修复，并且呢，你可以看到它目前呢还是在28000多点这个关键的支持位上面你可以看到是有买盘承接的所以呢，对比之下港股是相对有一些强势的点在这里的所以我如果要看到什么机会的话我也会优先的在 GMP 里面去分享出来而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现在的港股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我会这样去讲呢？其实就是因为港股呢，在未来的几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明天开始会有第14届的人大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也是会连续7天。那他们在会议当中会不会推出一些利好的政策或者是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现可能会在股市当中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呢这个也是我未来会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虽然如此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而就因为我要看股票我要找的是多维度的一些因素，那这些点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关键的内容我可能会在 GMP 里面去分享出来，而我想带出的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在港股当中去发掘潜力股的关键所以如果你也是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里面去寻找下一个倍升的股票或者是强势的股票的话呢，我也是想在这里呢邀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的 GMP 我们的 GMP 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在过去呢我收到很多的同学的反馈，就是在最近的美股他们也是很好能够在这个下跌之前避免输钱或者是他也在这个下跌的时候能够调整心态，而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是在过去的2个月港股在这2个月里面成为了全世界跑赢大势的跑赢全世界的一个大势，他们也是能够在过去的2个月跑赢港股所以这里呢，我也是看到我们的同学也是做到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这里呢也是想邀请你们，如果你想参加 GMP 的话想在2025年把握到一个最好的投资的话那也是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去寻找参加 GMP 的连接去了解更多，好不好？那最后呢，也是要讲一下要投资先求知你是赚不到你认知圈外的钱，那这个我也是非常认同的你可以在社交媒体我最近呢在社交媒体里面看到很多的散户他可能在过去半年里面是赚到钱的，但是呢他们却在最近的这1-2个月当市场变得困难的时候我之前也讲过，2025年是一个投资困难、投资艰辛的一年当市场环境改变的时候很多人如果他是没有提升他们的投资水平的话其实你之前赚到的钱也会就凭运气赚到的钱凭实力输回出去。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社交媒体里面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这个只是带出了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点也是我看到市场的情绪或者是市场的情况也是有所改变的。所以
如果你也想在2025年找到一个能够改善自己投资回报的策略的话也是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 GMP， 好不好？那我看到有几个 GMP 的同学我认识他们他就想我来讲一下这个星期我看到的一些机会。那好我会现在开始准备然后在星期五的时候再来讲一下，好不好？那今天好像也没有1000人了那没关系就最主要是就我也是想透过这次的直播让大家吸收到一些价值并且我也理解这一次可能是一个突发的直播可能是没有事先的通知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一次直播有价值的话，也是欢迎你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来参与下一次的直播，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再见。